加泰罗尼亚是濒临地中海的一个地区，它是西班牙行省最早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区。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哥特人在洗劫罗马后，占据了高卢南部与伊比利亚半岛。2个半世纪后，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的阿拉伯骑兵一度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虽然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战役败北，却依旧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处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抗前线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于公元8世纪末被反击得手的查理曼大帝所征服。然而，法兰克王国对加泰罗尼亚的宗主权只是名义上的。在封建制盛行的欧洲，加泰罗尼亚被分封给了当地的巴塞罗那伯爵管理。由于北方的查理曼帝国在法尔登条约后转瞬即逝，处在地缘政治边缘的巴塞罗那地区趁势做大。到10世纪末，加泰罗尼亚的实际掌权人巴塞罗那伯爵不再效忠法兰克王国，至此，加泰罗尼亚实质上已独立。1137年，阿拉贡王国的王位继承人佩德罗尼亚公主和当时的巴塞罗那伯爵贝伦格尔4世联姻，加泰罗尼亚和半岛西北部的阿拉贡由此组成了阿拉贡联合王国。在13和14世纪，加泰罗尼亚垄断了西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在1410年前，王国中加泰罗尼亚的利益占了上风。在巴塞罗那王朝时期，阿拉贡王国在征服运动中收复了瓦伦西亚，并且通过联姻和战争，在地中海上占据了科西嘉岛、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以及雅典和法国的普罗旺斯。伴随着同为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国家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崛起，卡斯蒂利亚试图对阿拉贡王国施加影响力。到1410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一世临终前，他原本想将王位传给孙子，无奈罗马教廷突然插手，在卡斯蒂利亚的介入下，阿拉贡王室选举了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费尔南德为阿拉贡新任国王，阿拉贡由此开始了卡斯蒂利亚王朝时代。然而，这一决议遭到了巴塞罗那的强烈反对，因此费尔南德上台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打压巴塞罗那势力。到了约翰2世时期，支持阿拉贡王室统治的保王派和加泰罗尼亚的宪政派之间矛盾加剧，最终引发了加泰罗尼亚内战的爆发。在战争中，加泰罗尼亚获得法国的军事援助，这迫使阿拉贡与英国和勃肯第结成了军事同盟。通过外交手段，约翰2世成功地将法国人逼出了加泰罗尼亚。之后，在阿拉贡的攻势下，巴塞罗那被迫向阿拉贡军队投降。虽然之后约翰2世赦免了大量的加泰罗尼亚人，但是在阿拉贡随后爆发的黑死病和瘟疫，使加泰罗尼亚地区几乎失去了37%的人口。到1469年，阿拉贡王储费尔南多和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公主成婚，这两人后来成为各自王国的统治者。凭借这个政治联姻，两国完成了合并。到1492年，南部最后的穆斯林政权被彻底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后，加泰罗尼亚正式成为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一部分。卡斯蒂亚王国为了维护半岛统一，明确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而这个时期的加泰罗尼亚，由于对马德里王室横征暴敛的不满，加泰罗尼亚的当地贵族萌生了独立的思潮。1625年，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提出，战争比虚伪的和平更能保卫西班牙帝国。当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已成为欧洲衰亡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西班牙竭力谋求欧洲霸权，但遭到了德意志新教诸侯国的反抗。法国支持新教联盟，以便对周围各国建立霸权，并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边界诸侯国地位的加强。1633年，奥利瓦雷斯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战争总部放到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这很符合军事后勤逻辑，因为即将展开的对法战争的主战场就在法国西南地区。计划中的远征将由卡斯蒂利亚军团与加泰罗尼亚军团共同完成。西班牙当局长期以来无视当地议会的存在，并企图在1626年进行所谓的军备统一改革，进一步削弱当地的自主权。1632年，马德里当局再度要求商谈提高加泰罗尼亚的税收与兵役份额。巴塞罗那的百人市政会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卡斯蒂利亚军团的禁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因加泰罗尼亚长期依赖着法国粮食的供给，因此加泰罗尼亚市民阶层并不欢迎这场对法国的战争。
这种情绪反映在战事上，便是当地军队的大量逃亡。随着更多西班牙士兵开始跑路，加泰罗尼亚父王圣科洛马对军团遭遇的困境大发雷霆。当他的传令官蒙罗顿在4月27日抵达了圣科洛马城后，当地贵族拿出自己的私人武器，分发给了平民。愤怒的父王认为这座城镇应该被彻底摧毁，因为纵火与抢劫，其他城镇都拒绝他们进驻。于是叛军开始攻击城外严重缺乏补给的军团。同年的9月7日，加泰罗尼亚议长保罗·克拉里斯宣布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成立。为了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不得不接受法国的统治。法国当时将重心放在了围攻都灵，直到奥利瓦雷斯动员起27000人的大军东进后，巴黎才意识到西南战线的威胁。为了换取更多法军的支援，法国人获得了加泰罗尼亚军队的指挥权。当地人逐渐发现，法国人和过去的卡斯蒂利亚人并无太大区别。加泰罗尼亚最终成为了法国与西班牙交战的血腥战场。1648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西班牙国王腓力4世见加泰罗尼亚人已厌倦法军的占领，他于是在1651年发起攻势。次年，巴塞罗那陷落。8年后，法国君主路易14承认了腓力国王对加泰罗尼亚的统治。加泰罗尼亚北部鲁西永地区因比利牛斯条约被西班牙永远割让给了法国。30年战争后，法国一举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到1700年，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王室时常与同宗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通婚，这造成卡洛斯2世遗传下了一系列绝症。卡洛斯2世因没有子嗣，在他去世前，法国国王路易14希望西班牙将王位传给有继承权的法国波旁家族的安茹公爵。通过政治运作，卡洛斯2世最终在生前立下遗嘱，将王位传给法国国王路易14的孙子，即自己的侄孙安茹公爵菲利普。英国不能容忍法国独霸欧洲，因而与荷兰结成反法联盟，他们支持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由此爆发。在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中，加泰罗尼亚错误地站在了奥地利哈布斯堡一方。战后，西班牙新任国王菲利普5世废除了西班牙联合王国的机制，将加泰罗尼亚变成了西班牙王国的一个普通的省份。此后150年间，加泰罗尼亚独立浪潮暂时陷入了低谷。近代最早呼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声音出现在《复兴报》。该报原本是巴塞罗那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但是随着《复兴报》的宣传，越来越多巴塞罗那地方主义的情绪被挑拨起来。《复兴报》总编辑看到有市场，刻意写了一些迎合性的文章，于是，在1886年，报纸上出现了专门讨论加泰罗尼亚问题的专栏。同年，这份日报上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既非法国，也非西班牙”的文章。该文章大声疾呼加泰罗尼亚人应站出来，争取加泰罗尼亚独立。当时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呼声还未能达到左右政局的程度。10年后，随着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呼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知识分子于是纷纷来到古巴，建立了加泰罗尼亚中心、加泰罗尼亚者联盟等组织。其中，亲加泰罗尼亚委员会的主席巴耶斯特设计了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旗帜，这成为了后世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精神象征。1918年秋天，为了让这些组织形成统一战线，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在巴黎开会，建立了加泰罗尼亚全国委员会。当时正值一战结束，加泰罗尼亚全国委员会到处游说，希望协约国能关注下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问题。由于西班牙在一战中保持中立，因此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根本没有理会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者的请求。与此同时，美国借口停泊在古巴圣地亚哥港口的缅因号商船突然自爆起火，是西班牙所为，于是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波多黎各与菲律宾。西班牙因丢失了最后的殖民地，这引发了西班牙人民的强烈不满，西班牙军队中的鹰派趁机崛起。西班牙军人执政后，这些将军们穷兵黩武，挑起了和摩洛哥当地部族的冲突。1921年，在兵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西班牙军队被当地部族击败。这个事件称为阿努阿尔悲剧，这成为了西班牙在摩洛哥战争的分水岭。
在西班牙人民要求清算战争过失的呼声下，西班牙陆军总司令里维拉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里维拉掌权后，波旁王朝的阿方索13世被迫流亡到了法国。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里，分裂成以地区主义者联盟为代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势力与以全国君主联盟为代表的反对独立派。原本地区主义者联盟是加泰罗尼亚议会第一大党，但是由于全国君主联盟全力支持里维拉夺权，里维拉掌权后，为了感谢全国君主联盟的支持，于是里维拉帮助扩大了全国君主联盟在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影响力，使它成为加泰罗尼亚第一大党。这引发了加泰罗尼亚谋求独立党派的强烈不满。其中激进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在1922年利用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军队中的影响力，创立了被称为埃斯卡莫军的民兵组织。为了摆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派甚至游说法国，希望他们出兵占领加泰罗尼亚。法国也希望在南部边界建立一个缓冲带，由于法国在一战后还需要西班牙的支持，所以不敢太明目张胆。法国没有提供武器，但对这些独立军采取了纵容的态度。1926年，法国派出2支纵队，协助加泰罗尼亚分裂武装，发动了叛乱。由于遭到了里维拉的镇压，加泰罗尼亚独立组织纷纷逃到了法国。随着里维拉军政府的倒台，西班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共和国运动。加泰罗尼亚独立组织希望在新的共和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们组建新的政党，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的前身。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在巴塞罗那地区的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毫无悬念地赢得了选举。赢得选举后，他们看到第二共和国根基尚不稳定，于是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党首马西亚急不可耐地来到巴塞罗那中心广场，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听到这个消息，刚成立的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急忙派出3名代表飞往巴塞罗那。3名代表和马西亚会面后，马西亚觉得加泰罗尼亚独立尚不成熟。经过讨价还价，马西亚同意暂缓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中央政府答应在即将组织的国家议会选举中，说服国会通过自治宪章。这部法律将赋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立法权。这部自治法一直到佛朗哥时期才被废除。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民主建设没有减少加泰罗尼亚对自治的渴求。在2003年的大选中，有3个左派政党联合制定了新的自治法，计划为加泰罗尼亚谋求更多的自治权。当2006年这份自治法提交到全国议会审议，人民党立马否决，并且在2010年宣布其违反宪法。同年，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在马德里鼓动大规模集会，敦促国会通过新的自治法。从这次集会开始，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不再遮遮掩掩，公然鼓吹加泰罗尼亚建国。西班牙法律规定，西班牙地方税收必须上缴马德里中央政府，然后再由马德里中央政府酌情分配给各地区，只有巴斯克地区和其附属的纳瓦拉省享有特殊地位。这一不合理的规定进一步刺激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巴斯克地区还可以享受部分增值税退还待遇。巴斯克地区的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埃塔独立运动武装分子的压力。当时，巴斯克地下组织实施的袭击事件每年造成数十人伤亡。首府为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经济产值占了整个西班牙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相比之下，首府为维多利亚的巴斯克自治区只有6%。巴斯克地区的公共开支平均水平却是西班牙其他地区的2倍。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向马德里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以巴斯克地区为模本的税收协议被拒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领导人马斯宣布，计划在2014年11月举行独立公投。而在这之前，只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提出这一诉求。在西班牙各方压力下，马斯于2014年10月14日上午宣布，由于独立公投违反宪法，决定暂时放弃11月9日的独立公投。分析指出，虽然公投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及地位，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希望借此增加与马德里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2017年9月，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通过，在2017年10月1日举行试图脱离西班牙的全民公投。
西班牙政府视这项公投为非法。在历史上，面对多次分离主义的威胁后，西班牙宪法第155条就视为区域分裂问题所制定。它规定，如果某自治区政府发起独立公投，甚至真的到了宣布独立的那一步，西班牙中央政府可以宣告独立公投行为违反西班牙宪法。